女人名叫春草，还是一村之长。几年前，丈夫独自一人跑到县城打工赚钱，可没想到钱没有赚到多少，还被外面的女人勾去了魂，把老家的妻女和母亲忘得一干二净。春草还不知道这个残酷的真相，她也不敢去探究，只能一边操持着家，一边苦苦等着丈夫回来。春草和丈夫没有儿子，只有一个女儿，因此总免不了婆婆催生。不仅如此，时不时就要被一顿教育。婆婆是个传统的女人，春草总被劝让她辞掉村长的工作，进城陪着丈夫专心备孕。这些话春草也就是听听，她只想专心照顾这个家。除了自己的家，身为村长的春草还要打理大大小小的村务。这天，村里来了个养蜂人老马，老马四海为家，以养蜂为生。路过春草的村庄，觉得村里的梨花长势好，正适合她放蜂，便想暂住在村里，等到花期结束再走。春草爽快地答应了。听说村里住了个养蜂人，老太太心里就打了歪主意，抱怨着自己嘴里没味。春草知道婆婆的言外之意，但善良淳朴的春草不是贪小便宜的人，便想自己去买蜂蜜。婆婆听到这儿就不乐意了，责怪春草不懂得体恤丈夫在外面赚钱辛苦。春草听了也只能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说。老马是个豪爽的人，看到春草在地里忙活，就热情地打招呼，夸赞春草是个厉害的女人，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村长。春草无奈，笑着解释道：村里的男人都出去打工了，只有女人们留守在村里。老马听了一阵感慨，说着就要给春草送蜂蜜，让她带回去给老人和孩子喝。春草推辞不开，只好收下。老马不仅大方开朗，养蜂也很有自己的一套，介绍起来滔滔不绝，把春草听得一愣一愣的。老马的幽默和豪爽深深吸引了春草，感到生活好像不那么压抑了。当春草把老马送的蜂蜜带回家，女儿和婆婆都很高兴。婆婆得了便宜还卖乖，一边喝着蜂蜜，一边装起样子教育春草：丈夫不在家，女人就要检点，不要和外面的男人交往，不然会被说闲话。春草听了也没有再说话。婆婆这样的教育也不是一次两次了。这天老马下山打水，正好遇上春草。春草家离养蜂场最近，便爽快地邀请老马进屋打水，两人一起合力打水。老马觉得奇怪，怎么还用这种人力打水？春草有些不好意思地解释：水泵坏了，家里又没个男人。老马听了便主动提出帮忙修。春草有些不好意思，谁知屋里的婆婆早就在观察两人的动静，看到两人有说有笑，婆婆又不高兴。等春草进屋后，就拉起个脸，看到奶奶这样，小孙女也看不下去，还喝了人家蜂蜜，结果现在打点水都不让。老太太听了这话，脸上也有点挂不住，解释自己只是怕被人说闲话，但一听到老马会修水泵，又换了一张脸，交代春草会修水泵就让老马来修，注意一点，不要被人说闲话就好了。春草也不在乎婆婆的这些，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找老马。在封闭落后的山村里，女人结婚之后就不能再拥有自己的姓名。当养蜂人老马问起春草的名字时，春草告诉他：你别问，在梨树沟啊，问女人的名字是忌讳的。老马听了这话，一向温和友善的脸上竟添了几分严肃和沉重。春草又继续解释，他们的村实在是太落后了，结婚后的女人只能跟着丈夫的姓来代替名字，嫁给谁就是谁家的。她的丈夫叫朱德才，所以春草的名字就是德才家的。说到这儿，气氛有些凝重。老马开口调侃：我就是山药家的。谁是山药？老马解释道：我爸爸小名叫山药，所以我就是小山药。我没老婆，跟我爸一起过，我不就是山药家的吗？一番话把春草逗乐了。一番谈笑过后，春草这才想起还有正事没有办。最近婆婆又开始念叨，许久没有见到丈夫德才的来信。春草这一次也是为了这个，她准备好了草稿，想让老马帮她临摹一下再寄出去。老马对此事有些疑惑，春草明明会写名字，为什么还要让自己代写呢？老马没有多问，爽快地答应了。临走时，春草犹豫了一下，还是告诉了他自己的名字春草，当姑娘那会儿的名字。老马不久后就骑着摩托车沿着山路下去，遇到春草便大声招呼着，想让春草搭个顺风车。可春草一改刚才的态度，变得严厉又客套。听到老马直接喊她闺名，春草一下就急了，这要是被人听到，不得又是一场腥风血雨。老马看到春草的态度，心里理解她的苦衷，也没有多说什么。老马一路来到春草山脚下的家，是要兑现自己帮忙修水泵的承诺。春草的小女儿也来帮忙，一男一女一小孩，3个人互相搭把手，很快就把水泵修好了。只是婆婆一直在窗口观察，像是怕儿媳妇会被这男人勾走似的。好在老马是个识相的，修好水泵后就利索的离开了。婆婆这才松了一口气。老马走后，婆婆还不忘把刚刚留老马吃饭的小孙女骂一通，真是过河拆桥，叫人生气。
这天春草干完活回来，村口又聚集了一群边嗑瓜子边八卦的村民。这次讨论的对象是村里的寡妇石榴。听到人们说石榴跑到自己家勾引男人，春草只觉得奇怪，自己家也没有什么男人呀。走进院里一看，所谓的男人竟然是养蜂人老马。原来是石榴家的水泵坏了，怕人说闲话，便只能来春草家打水，结果还是逃不了被人说闲话的命运。石榴刚回去没多久，又哭哭啼啼跑上门，口口声声要村长春草做主。一番询问才知道，原来是他养的母猪竟然怀孕了。这方圆几十里只有村里的老王有种，可老王却怎么也不承认。他一脸莫名其妙，怎么这个祸从天而降？双方各执一词，僵持不下。一向干练明理的春草这一下也不知如何是好。直到一旁的老马开口，说是半夜听到猪叫，可能是山上下来的野猪勾引配种。这一说把大家都唬住了，只能暂且先这样，等石榴家的母猪生下崽后再做观察。老马不仅能帮春草处理村务，在春草生活有困难的时候也总能帮上一把。这天夜里，春草的女儿突然肚子疼，春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婆婆迷信，认为孙女是碰见脏东西了，当即就要点2张纸驱邪。可春草是个读过书的女人，自然不会相信婆婆的说法，连忙找到老马，让他帮忙送进医院。经过医生的诊治，这才知道女儿是得了急性阑尾炎，需要马上做手术。手术室外，春草感到孤独又无助，一时也忘记了避嫌，紧紧抓住老马的手，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老马虽说很不好意思，但也没有去说破，只是尽力地安慰着春草。老马提议把这件事情告诉春草的丈夫，可春草却怎么也不肯。她怎么不知道丈夫的德行？就算联系了，也是多此一举。老马一看这情景，又想到之前的那封信，心里也明白了7、8分，没有再多说什么。这次以后，两人的关系更加的亲近。老马还专门送上礼物，是一条红色的丝带。春草受宠若惊，从来没有人这样送过自己礼物。婆婆看到老马又来了，脸上顿时露出了不悦。春草不敢让婆婆知道，只能每天出门后再把丝巾带上，一个在山脚下，一个在半山腰，隔着一道茂密的梨花墙，却隔不开两人的心意相通。不久之后，邮递员送来了德才寄来的信，婆婆开心坏了。老马知道这信其实就是春草让自己写的那封。他虽然对春草的这一行为感到困惑，但他也不好说什么，而是提上2桶水就离开了。这天春草照常向山上看去，却看到老马的身子扑腾倒下，他急忙跑上山，原来是老马的胃病犯了，没有妻子，常年独自一人在外奔波，饮食难免不规律。他赶忙为老马吃下药后，又将他扶上了床。看到老马桌子上还有残留的泡面，春草气恼了，怎么就吃这些呢？一个热血上头，今晚他给老马做饭。等做完饭，已经是夕阳西下了，两人坐在一起吃起了第一顿饭，但还没有吃几口，春草就反应过来，连忙放下碗筷回家。这一次的相聚，在2个人的心中都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由于这晚春草回来的晚，婆婆怀疑春草跟老马有染。这次以后，老马再来山下打水，婆婆就不给好脸色了，还将他赶走。寡妇石榴正巧路过，她心里还念着老马上次帮忙修水泵的事，便主动邀请老马去她家打水。谁知这一去，差点要了她的命。这个寡妇好冤枉，光天化日之下，堂堂正正帮外乡来的男人打水，和男人多说了几句话，就被村里人的闲言碎语沾满身，甚至还惊动了婆婆。婆婆跑到石榴门前，一哭二闹三上吊，屋里半天也没有动静。春草赶到石榴门前，怎么叫也叫不应，心里感到一阵不妙，好不容易撞开门，只见石榴不堪受辱，已经喝下农药准备自杀。幸好发现的早，才捡回了这条命。这件事以后，石榴也不再苦苦守寡了，她准备改嫁。春草的婆婆自知理亏，因为是她跑到石榴婆婆那里添油加醋，大肆宣扬，这才闹得如此地步，差点害死一条人命的婆婆没有了以前嚣张的气焰，主动提出去亲戚家住段时间。婆婆一走，春草顿时感到轻松了不少。她专门挑了桶水到老马住所，向老马道歉。这个外乡男人不懂他们梨花沟的风气，让他受了不少的委屈。春草安慰老马，他们梨花沟的女人就是这样命贱。两人坐在火堆前，一起烤火，一起烧土豆，听老马讲养蜂的故事。这是春草这么久以来第一次感到如此的快乐轻松。两人的心渐渐靠近，情到深处，竟不断地向对方靠近。就在这时，春草瞬间恢复冷静，打破了这暧昧的气氛。隔天早上，2个陌生男人找上春草，原来是不归家的丈夫在外面欠了2万元的债款，债主找不到德才，便只能找上妻子春草。可春草就是个农村妇女，上哪去弄这么多钱？满心愁苦的春草只能在晚上和老马在半山腰一起烤火的时候向他诉诉苦。春草告诉老马，丈夫当年在外面打工赚到不少钱，男人有钱就变坏，丈夫很快就勾搭上了别的女人。
那个女人掌握了丈夫所有的财产，而那个陈世美丈夫有了新欢之后，就卷了所有的钱准备私奔，结果路上出了车祸。当春草赶到医院时，身受重伤、性命垂危的丈夫没有留下一句话，只给了她一张离婚协议书。而那个女人则是继承了丈夫的所有财产，继续留在城里生活。为了不让婆婆受刺激，春草选择了隐瞒，自己独自承受这份苦楚。谁知现在又摊上这么大一笔债务，春草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听了春草的遭遇，老马心里满是心疼和愤怒。他见的世面多，决定帮春草要回遗产。春草却觉得人活着要一张脸，自己被丈夫抛弃不说，还要去找小三要钱。老马见春草出不了这个面，便第二天独自骑着摩托车进城找律师。在老马的陪伴下和没有婆婆的压迫，春草感到世界都是如此的明媚阳光，就像那山坡上的梨花，明艳动人。到了晚上，老马真的拿回了遗产，但也因此被暴打了一顿。看到老马为了自己这样活得出去，春草的心彻底融化。她顾不得那么多，紧紧抱住这个给她温暖的男人。而老马也早就对春草有感觉，他抱起春草就要准备进入主题，却被春草拒绝了。这样传出去总归是不好。老马知道春草还是过不了心里的那道关卡，就这样春草又回到了自己的小屋，但他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终于在这天夜里，春草做了个决定，将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来到了老马的帐篷。热情终会散去，理智再次占了上风。春草不知道以后的日子该怎么办，老马大腿一拍，想把春草一起带走，春草却怎么也放不下。他不知道该不该赌这一把。梨花的花期就要结束了，老马也要走了。这天早上，春草发现自己院门口放了一瓶蜂蜜，随着心里一沉，春草向山上飞奔而去，却早已人去楼空，只留下一封信。老马就这样走了，这让春草既震惊又失落。老马在信上说，自己收获了这辈子最好的爱情，永远都不会忘记春草的好，还答应在这之后他会一直以德才的身份写信，让春草的婆婆安心，并且承诺自己会一直等着她，期待两人再见面的那一天。春草看完信后痛苦不已，她终于鼓起勇气追了上去，一路追到了汽车站，可还是来迟了一步。春草一边跑一边大声地呼喊着老马的名字，终究是徒劳，雨声盖过了他的呼喊。虽然来不及了，但春草却已经变了。她不再是被封建礼教束缚的工具，而是在大雨中勇敢追求爱情的女人。来年的梨花开满树梢之时，她会找到老马，届时他们的爱将会继续。